女人为了怀上死人的孩子，她竟然在半夜悄悄溜进了停尸间，并在众多尸体中找到了一具长相还不错的尸体。完事，她又拿出一只断手，开始念起了咒语。不料下一秒，停尸间的灯光突然闪烁了起来。等到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，却发生了无比恐怖的一幕。只见女人身后的尸体全都复活了过来，紧接着那死去的男人也随之复活了。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，复活的男人便抓住女人直接亲吻了上去。表面上看他是在亲吻女人，但实际上他是在吸女人的血。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掉在地上的这只断手。据说这只断手能帮人实现3个愿望，每实现1个愿望，他就会收起1根手指，直到重新遇到新主人后，断手的3根手指才会再次伸出来。但实现愿望的前提就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几天前，一个老太婆意外获得了这只断手，迫不及待的她赶忙拿出断手许愿，要成为千万富翁。Money. Send all the money we need. 下一秒，那断掌的手指果然收了起来。可没想到，第2天，老太婆就从楼上摔下去，当场死亡。她死后，丈夫获得了一大笔保险赔偿金，家里面也从此变得富裕了起来。虽然说丈夫再也不愁没钱花了，但可惜的是，就剩下她孤身一人了。所以老头不管怎样都开心不起来。于是他将封存的那只断掌又拿了出来，打算向断掌许愿复活妻子。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回购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。可他刚许愿完，就发生了诡异的事。只见房子里的灯光突然开始闪烁了起来。紧接着，老头竟然听到了妻子呼唤他的声音，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断掌的手指已经收了起来，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愿望实现了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找遍家里所有角落都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。这时，身后的棺材盖突然自己关上了，可当他上前查看时，却又什么都没有。于是，老头当即开车赶往了墓地。找到妻子的墓地后，他用铲子挖开了墓穴，没想到棺材中果然传来了妻子求救的挣扎声。激动的老头赶忙打开了棺材盖。神奇的是，妻子果然复活了，只不过妻子的皮肤已经开始溃烂了。于是老头再次拿出断手，准备许愿恢复妻子的皮肤。不料这时妻子却突然吼叫着朝他扑了过来，吓得老头赶忙转身就跑，可没想到还是被妻子咬住了脚踝。很显然，复活后的妻子并不是个正常人，看上去更像是个变异的丧尸。无奈之下，老头只能强忍着不舍，用铁锹对着妻子就是一顿物理输出。完事，他又使出浑身力气将其推回了墓穴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妻子的断手竟然又飞快地朝他爬了过来。吓得老头赶忙对着法老的断手许愿，再次让妻子死去。仅仅只是个眨眼的功夫，妻子的坟墓竟然瞬间恢复了原样。无法复活妻子的事，让老头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。于是他又对着法老的断手许下了第3个愿望。但他的第3个愿望却是希望有个美女杀手上门来杀死他。这时，附近的山路上突然发生了一起车祸，而开车之人正是个刚杀了人的女杀手。身受重伤的女杀手误打误撞，恰巧来到了老头家门口。老头还以为是自己的第3个愿望实现了，于是他赶忙为女杀手处理了伤口。当女杀手醒来后，还以为老头要对她图谋不轨，于是他当即开枪就想杀掉老头。可本就想求死的老头根本就不怕他。Do you want to die, old man? Yes, absolutely. In the morning I'll be dead and you'll be on your way. But first tonight, join me for a glass of wine. You see, you've lost a lot of blood, Angela, and you're going to need your strength for the journeys ahead. Besides, I have something to give you. It's a gift that will make the very gods tremble. 在老头的劝说下，女杀手选择暂且留了他一命。随后，老头将神奇断手实现愿望的事全部告诉了女杀手，并且还说他之所以出车祸来到这里，其实都是自己许的愿望。但女杀手却根本不相信这一切，只是把它当成了睡前小故事。到了第2天早上的时候，老头将那只神奇的断手拿给了女杀手，并希望他临走时将自己杀掉后再离开。可女杀手却觉得老头患上了老年痴呆，于是他当即将断手丢进了一旁的火堆里面。老头见状，赶忙跑去将断手给捡了起来，但不幸的是，火焰却突然点燃了他。痛苦难耐的老头赶忙祈求杀手帮他结束痛苦，不知所措的杀手也只能选择抬枪送走了他。可奇怪的是，当老头死去时，他身上的火焰也随之消失了。这一刻，杀手才算是相信了老头的话。当他捡起断手时，才发现那断手的3根手指果然又伸了出来。难道自己成为了断手的新任主人吗？
带着这个疑问，他拿着断手迅速冲进了老头的车内，并打算用断手去复活前几天刚死去的男友。可没想到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。就在他不停念叨着车钥匙之时，那断掌的手指却莫名其妙收起了一根，紧接着车钥匙便从储物盒中掉了出来。可拿到车钥匙后，却发现还是无法启动车子。一番思索后，他又试着像刚刚一样念叨了起来。没想到车子还真的就启动了，而副驾驶上的手指也收起了第二根。不得不说，这娘们是真的活啊！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2次机会。很快，女杀手便来到了男友所在的停尸间里面，然后拿出法老断掌，准备许愿复活男友。但她却完全忘记了老头跟她讲的复活之后的故事。许愿完成后，停尸间的灯光同样闪烁了起来。等到灯光再次亮起来之时，却发现停尸间里所有的尸体都复活了过来。紧接着，女人的男友也随之复活了过来。不过复活后的事却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好，因为她许愿的时候只是说让男友起死回生，并没有说让男友恢复如初。所以复活后的男友变成了个丧尸，而她也自然成为了丧尸们的晚餐。所以说以后我们在许愿的时候一定把愿望给说清楚喽，要不然真的是得不偿失啊。最后多说一句，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，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。